11寸我觉得拿来看剧、看爱奇艺、看 YouTube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比例，因为它是比较接近16:9的一个比例，而且它的重量蛮轻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后面看的话，它的 Apple logo 还不是直的。我们平常因为加上键盘都是这样在做使用。哦，这萤幕真的好亮，好漂亮。张博，你用这个 iPad 用了几天？大概用1天。用1天？对，我就是看 YouTube 影片还蛮好看的。OK， 所以 iPadOS 你没有用其他的？没有 iPadOS 我没有其他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是因为这次换到 OLED， 所以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OLED 它的响应是没有延迟的，0.5毫秒或甚至0毫秒。像 LCD 还会有一个16毫秒的延迟，所以甚至用 Mini LED 的情况下 ，LCD 都会有这个问题，它的延迟比较高，所以拿来打电动就没那么好用。那我用 iPad 有一个很大的用途，是我都会把它拿来打 Call of Duty Mobile 移动版的射击游戏。用这个 iPad 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以前是用12.9，但是我们在瞄准的时候都会有16毫秒的延迟，而用这个 iPad 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延迟，而且颜色又更漂亮。这个 iPad 呢有让朋友使用，可以立即分辨出来说 iPad Air 跟 iPad Pro 的荧幕的差异。没错。OLED 荧幕就像我们的 iPhone 一样，它是11寸的更大。对比了这两台以后呢，所以它的萤幕其实跟 iPhone 是同的，它是比 iPhone 还要更高，因为 iPhone 的使用的大概只有3年，荧幕比较小一片，所以它可以用比较高等级的 LG 和 Samsung 的荧幕，OLED 也不用做到那么大片，但这么大片的 OLED 制作程度就有点困难。再来是就是它要有这么高的亮度，荧幕其实是之前都是车用等级，对，也就是 B&W 在使用的电动车在使用的 OLED 堆叠技术。那苹果是把它放到下配级电子，让大家可以直接来使用，寿命是很长，但当然网络上有说到说这个荧幕有一点偏黄的一些问题。等一下，你说的是偏黄问题，其实如果把它跟 Air 比起来，它确实在这个桌面上面会有一点点偏黄。但我觉得首先呢，你眼睛会适应；第二个，偏黄也没有不好。但我觉得重点在于说，是我们在用 iPad Pro 在看一些节目、影音的素材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就是颜色的亮度跟颜色的正确性。偏黄有一个点是在于说，很有可能是因为 OLED， 因为有一个时期的 OLED， 我记得是 Note 8还 Note 9的时期的 OLED，Samsung 的 OLED 就是因为要降蓝光，所以它把它 LED 都有重新再设计 ，OLED 再重新设计，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用一个新一代的这种低蓝光的 OLED， 让你比较保护眼睛，它当然就会有比较黄一点点。那我觉得这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对，我觉得所谓变黄这件事没有关系，而不要是像就是说像一般的 LCD 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片的更加的白，或者是更加的冷色调。那它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提高就是蓝光的功率，让你觉得它比较虚虚。但其实这样子就是反而会让你觉得眼睛会看到颜色不准，但是又亮度偏亮的荧幕，反而会造成眼睛的负担。我觉得个人觉得 OLED 有一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OLED 有一个问题是它会有比较，因为像 LCD 它的 PWM 调光它是比较高频率的。而 OLED 就会有一点可能，有的人会有反应说它会有闪屏的问题。那像我的眼睛是没有那么敏感的，我是觉得用起来还算舒服，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对比度非常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像张博他有拿这个去看放烟火的状况下，那之前 Micro LED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有晕开的状况，那这个萤幕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再来是 OLED 它比较省电，所以当我们在用这个萤幕的时候，新款的 iPad 的时候，它的电池续航力不管是在13寸或是11寸，它的续航力都大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升级，如果以11寸来看的话，非常值得升级，因为光这个萤幕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换代。它是从2018、2020、2021全部都是 LCD， 都没有 HDR， 换到有一个 HDR 萤幕是非常大的升级。而对于13寸来讲，你会觉得亮度都差不多啊，有一个地方有升级，对比度 Micro LED 也有对比度的这样的优势啊，但是就是 Micro LED 的优势，那为什么一定要换成新的13寸呢？原因是因为你的电池续航力大幅的提升，你的 CPU 的处理速度也大幅的提升。以前那个 Micro LED 为了要发出那么大的亮度，它电池续航力其实是短的，大概2-3个小时以下就没电，而且会有过热的状况，而 OLED 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苹果在很多大家会觉得说，换汤不换药变薄，有很多很小细节的地方，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平板、一个消费级的产品来看的话，其实它提升是非常大的。但有很多人他是把 iPad 当作是一个 MacBook 来做使用，他想要当生产力工具，他想要剪片，他想要做这些规划。当然，它的用途是非常重的。他拿来剪片这个东西，我觉得苹果它就还是规划说，你有很大的 file system， 这些都很多的系统都是要去做提升。所以你如果是要拿它来做工作，我觉得可能要考虑一下。你如果是要把它当着你都用手机剪片，你需要大一点萤幕，你可以用手机
和 iOS 的 File System 都可以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用 AirDrop， 你用苹果的设定或是规定你的方式来做剪片、来做工作流的话，是一个非常好工作的选择。你不会用到 Final Cut Pro， 你可能用剪映的移动版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你就买这个就好啦。你也需要轻办公，你就买这个就好啦。它就是把 MacBook， 我们2015年苹果推出了一台 MacBook 叫做 MacBook 12寸，打一半往下变11寸，往上变13寸，它用最苹果方式来做工作，它是没有风扇的，它是小小一台，键盘东西要分开来买，但是当然价格提高很多，价格一台要5万，一台要7万，键盘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要那么贵，但是它就是最苹果的电脑的产品。我用苹果 design 的方式来做想要你工作的方式，这就是未来的电脑。当然它不成熟，它有最好的硬体，它有最炫的，你买的就是一个未来。等一下，我有意见。我觉得所谓用 iPad 来办公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个24小时或者是常态的事情，而是说，比如说你在移动到外面去，你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对你的行李做一些取舍。你选择带平板出去，你偶尔可以打打字或看看资料。可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做生产力的应用的话，还是必须得用电脑。那尤其是像我自己在写程式呢，首先 iPad 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做 Xcode 的编辑啊，第二个它本身也没有办法做 Visual Studio Code 的开启 Python 的程式来做编辑。那虽然有一些线上编辑的工具，但是我自己使用的经验是，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本机版本的编辑程式开发环境。就你这个开发环境安装这些东西，你可能都是要使用云服务，或是你自己必须要一台传统的电脑 Windows 电脑等等之类，或者 Linux 的工作站，然后你使用你的 Safari， 你用 VS Code 的方式去，或是你用 Safari 去开 Code 线上的 IDE 的工作方式，用这台电脑来遥控另外一台电脑来做可能 AI 的开发等等之类的，但是就不能在这个，因为它没有和本机，也没办法写系统。对啦，那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啊，并只是代表我个人而已啊。对，那我自己的使用习惯还是比较倾向于它是一个让我可以随手记录。写笔记，我会用笔来写笔记的一个工具，因为有时候你在 meeting 的时候，你需要很快速的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开始做记。如果说我是打开我的 Windows 的笔电或者是 Mac 的笔电，这个速度可能不够快，所以我会更加的重于用平板来做快速资料的。我自己的经验是说，我以前见到我2个老板，一个老板在学术圈发展，另外一个在商业界发展。他们2个人都是一个用 MacBook Air， 另外一个人是用 MacBook 12寸的电脑。他的主要的工作就只是收 email、联络资讯，对啊，做简单的 PowerPoint。对，那这样，那其实 iPad 非常足够使用，因为你收 email 来讲的话，它通知看起来会比 MacBook 还要漂亮。干净很多，它直接上面这样滑下来通知栏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email。做简报也非常简单，因为 Pages 是不用钱的 ，Keynote 也都不用钱，就你直接下载就可以使用了。你轻量的办公用 iPad 是非常愉快、非常开心的，但是你重度的，我觉得你就很简单的，你就选择一台 MacBook Air。没错，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取代电脑的。对，你不要多花钱啊，你想要漂亮一点就买个 M3 MacBook Air。你需要重量级，你需要风扇，你知道重量级的工作你就买 Pro MacBook。那你像我剪片要加速要更快，马上出片的，你就买 Max 系列的 MacBook Pro。那你要最便宜，它是一台电脑，你就买 M1 的 MacBook Air， 大概这么简单。但是就有一些取舍了，比如说你需要 HDR 的观看内容，像这台 Air 就不行。没错，那台 Air 就不行。但是如果 HDR 的话，像 MacBook Pro 就可以。对，你就买14寸或是对，你要移动方便就要11寸的 Air 那个 iPad Pro。你如果移动方便，它就是一台小电脑。不是我说 MacBook。对对，那你如果要 MacBook 的话，就是买14寸那一台。那苹果也很聪明的是，它做14寸，然后比较厚、比较重一点。它就是不希望，因为它以前在做这件事情，为了要把这个空间腾出来，让这台11寸小小的最理想的，就苹果都会让所有的事情都不满足，所有东西都有一定的特性，但是它没办法做到全面，这样它产品线才可以覆盖最完整。但你就因为你为了要让你所有东西都全部覆盖，你可能就要需要买到2台，因为你可能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像这个你要剪片剪很快，你就必须要买到另外一台14寸的 MacBook Pro。可能 M3， 或者你要多加一点钱 M3 Pro， 甚至我跟你讲，你要剪超快，你要 M3 我们没有 Max。我们没有要推广大家一定要买什么，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产品特性及我们自己的看法而已。它就苹果在做的事情是，它不会像 Windows 或者像台厂在做，或是甚至韩厂、日本厂他们在做事情，就我要全部很完整的，像瑞士刀这样，什么功能都有。但是它就把一个功能做到非常好。那像这个，它就把萤幕做到非常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它把笔的功能
流畅性做到非常好，对，还有它的 notebook 这些东西做到非常好。那这些专业的东西，因为它的毫秒数，甚至是连笔的写字速度，对，你都会觉得说 OLED 的1毫秒的这种流畅性就很奇怪，就是苹果 iPad 它的写字的流畅性就还是会比 Samsung 的 Wacom 的这个 technology 还要好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说 Wacom 的那个笔是比较软的，而 iPad 是比较硬的这种头。对，大概是这个小差别。我们现在来开 iPad Air， 苹果它现在就把产品线都做得非常完整、非常齐，它把 Air 也做大的荧幕。我觉得有的人是看不出60赫兹啊，有的人看不出 LCD 啦，但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苹果就只是，但如果说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之下是没有感觉，应该是说你会习惯它。苹果就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台积电就有的5奈米的产能、4奈米的产能。对，我这些产能我不想要给其他厂商，那所以我就来做 iPad Air。再来是我有一个 LCD 也可以做得很准。我这个技术我也不想要被三星、LG 垄断 OLED 的技术，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出这个产品系列，它是60赫兹。但是我自己我一定会买 Pro 的。我觉得它涨价涨得太不合理，所以我觉得这次13寸和11寸的差别太小，那我可能会买11寸。好，那我还是讲一下 Pro 的11寸的主要的问题。11寸主要问题是它做了 Stage Manager 以后呢，它做了多重视窗以后，张博的你的那个 Safari 是可以开的吗？可以啊，可以开啊。好，我们现在这样子呢，我们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 Stage Manager 在这里。好，目前调度，它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小小的这样的空间，但是因为苹果就故意把这个高度的限制，这个 App Bar 在这里，所以你在这样子在用的时候，你在用这个 App 的时候，它会很小。对。然后当你在开另外一个 App 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开这个 Music App， 把它变小一点 ，OK， 它们就会变很挤。但是你在移动这样子的时候呢，它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塞满了。12.9就是它高度会比较高，对，它字会比较大，所以你再加上键盘在办公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买大的，会比较方便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可能就要多花9000到12000，为了更大的萤幕，还有更大的键盘，多花更多钱。苹果它都设计好了，为什么要13寸？为什么要这个 size？ 主要为什么苹果第一次在出 iPad Pro， 我拿一个纸。苹果在出 iPad 的时候非常 clear， 它第一代的12.9是又大又厚又重，它很清楚，就是13寸的12.9的，它就是接近于这个 A4 大小，所以你在开 PDF， 你在开文件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 exact 这个，你不太需要缩放，大小就是一个 B5 的 size， 高度，你看这个就是 B5 的 size， 对，所以你看它这边，差好多，你看，所以我们13寸的时候，它就设计到变成是说，你看12.9它的高度4:3，你不能这样比，你要把这个壳子打开来，一样大啊，我们还没开箱子，所以我就说，你看它的高度，它的阅读空间就是像这样子这个高度，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摆很多个东西在这边？买13寸的优势就是你加键盘以后，你可以有很多个小 app。OK， 那13寸比较好那你11寸你就只能这样子。对啊。所以它就不同工具啦，这个比较是娱乐性嘛，因为你就是16:9，比较接近16:9。那它现在都有 Stage Manager， 你都可以外接萤幕。对，其实我觉得11寸真的很棒啦，这个产品很赞。但是因为我自己赞，但是我之前我自己2020年我是花重金，我是买2.9的版本它，我是买大键盘的原因是因为大键盘它的键盘是全尺寸键盘，我在打字的时候，我就不想要这上面这小拇指这3个键是小的。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去苹果的店去试过那个键盘，11寸的键盘就真的比较小，而且它的滑动的触控板也比较小。它新的触控板真的高度就变比较高，就有很大的提升。苹果就是一个 gradient， 就是它每一代都会做一点点的升级。但是这样的升级，如果觉得你需要，我觉得主要是你是大学生，你需要上课，然后你要认真的做数位笔记，你就买 iPad Pro。你每天我觉得多花多花多少钱 ？iPad Air 跟 iPad Pro 差多少钱？差2-3万有，差2万块，应该至少2万块有。如果买全套装的话，可能会差到3万块。3万块你4年的学费真的不少钱，一年可能7-8千块。但你如果认真做笔记的话，就是一个投资吗？不是一个投资啊，就做纸本就好。但你如果就都会用到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上课的工具。你下课可以拿它来看 YouTube， 你其实可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装置。我之前有2台电脑，一台是2019的16寸的 MacBook Pro， 一台是2.9的2020年的 iPad Pro。我说你花了好多钱哦，你花了13万买一台16寸的最顶的笔电，花了4-5万去买一台最大台的平板，然后花了快18万。那你花那么多钱，但在我一天我一天醒着16个小时里面，我大概写code就一定是把我的16寸的 MacBook Pro 放在我的大荧幕前面，接着 HDMI 荧幕。那我就是在工作，我都是用那台东西来做工作。但是我打 Call of Duty， 我玩游戏，我做这些娱乐的设备的时候，我就一定是拿 iPad， 因为它最轻松，
我只要点开来，游戏就可以直接打开。我想要看 YouTube， 我就直接点 App。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直接点开，直接用，很轻松，很愉快。而且这也是一个物理上的心境转换哦，因为你 UI 可以比较简单，你的操作都比较简单，都是娱乐的形式，比较轻松自在，用大 iPhone 的形式来做操作。触控的方式来做操作，而 Mac 就没有办法用触控方式。你每天用滑鼠，你也会有点疲乏，你会想要直接摸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不要用 Surface， 为什么不要用两个可以合在一起的？这不是很好吗？很好，但是苹果就给你，因为我们在5-6年前，2018、2019那时候，我也搞过黑苹果，我也搞过触控的黑苹果，是用 Intel 第7代的处理器。那我们都做过这些事情，就是你要花很多心思，效能也不会比较好，所以反而是花钱去享受苹果产品的美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时间是很贵的，而你的金钱，等一下，我要来批判我，我要再来讲一下我的意见，就是苹果不见得是比较美好，而是说，如果说你要来做平板使用的话，我觉得安卓平板还是无法取代苹果的平板，那你就可以挑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平板来使用。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那这个 iPad Pro 跟 iPad Air 它的荧幕上面的差异。那我觉得刚刚 Andy 讲到一个很好的论点，如果你今天是使用13寸的话，那你在荧幕的纸张啊会比较接近一个 A4 的一个纸张，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打开，因为只看外盒跟看里面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做这件事情。对。当然，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把那个时间列表放在下面，让大家可以快速跳来跳去来看。但我们就深入来探讨 iPad 这件事情，比较像一个 podcast， 比较像一个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提到有个很大的重点是 Android 平板和 iPad 的差别。那Android 平板我没有我以前有买过，但我实际的体验都是在三创或是一些线下店。我体验过 OPPO 的折叠机，也有体验过 Samsung 的Z Fold 的折叠机，还有它的平板电脑。它的 Ultra 萤幕超大，而且又是16:9，看片真的超级开心。但是 Samsung 的 OLED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 Samsung OLED 你在某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它会有彩虹纹，这个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它的色彩的严格的要求度没有像苹果，它均匀度非常好。我们从左看，从右看，我们看这个萤幕都是非常平整、非常亮的。苹果的对于色彩和它是非常专业的去做色彩管理和监督的。再来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Apple Notes， 在 Apple Notes 两个笔记软体里面 ，Samsung 有 Samsung Notes， 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是，它有把一些 Notability 的边录音边写字的这个功能，它有直接免费的给大家。Samsung 都做很多软体上面免费让大家去做使用，但是它有一个功能做得非常的糟糕，就是 OCR 手写辨识成文字。